托梦第12章无人岛。地球上大大小小数万个岛屿中，这个 C 岛几乎鲜为人知。若不是这个地区近年来地质活动频发，估计也不会有人关注到这个岛，甚至这片区域。我是在10多年前的一则新闻上看到，地处东南亚的一个小岛突发地震，据说记录中最高的一次曾到过里氏8.6级，这才引起了各国媒体的关注和报道。就如地图上无数小到无法显示的岛屿一样，有些岛人来人往，每小时都有成百上千远道而来的游客。而有些岛则不然，或许是由于地理位置、气候环境等因素，岛上几乎没有人常住，交通就是一个最大的难题，所以没有人去，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人了解它。C 岛就是这样一个例子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发掘，这个本来无人问津的岛屿变得越加神秘与恐怖。那次地震，P 国是受到影响最明显的地区，也是第一时间监测到震源是来自150公里外的 C 岛区域。在测到地震波的同时，却意外地在同一处捕捉了一道能量极强的伽马射线垂直射向宇宙，虽然只持续了不到1/1000秒的时间。对此，很多物理学家以及天文、地质学家表示严重质疑。这种能量级别的伽马射线要么只会发生在宇宙中，例如恒星的毁灭，要么就是发生核爆时产生的贯穿辐射，且威力要远远超于当时全球核武器的总量。这是个什么概念？试想一下，从地球某处瞬间射出一道肉眼看不见的光，但却具有太阳10年所产生能量的总和，这的确过于骇人。到目前为止，作为第4代核武器的伽马射线弹也只不过是部分人的臆想，因为面对如此强大的威力，人类尚未做好准备。谁也不愿意看到一个5岁的小孩手里握着一把真枪。以当时射线的能量而言，如果稍有不测，即便是微量的伽马粒子在经过大气层时发生散射，那么受影响的生物将会在痛苦中死去。就这一点，很快变成了当时学术界最关注的话题。不过，赫曼的哥哥，也就是物理学家杰森，他和那些一开始就持否定态度的人不同。他的观点是，以目前人类的认知，核子内的强力已然是一道门槛，小到微观粒子，再到脚下的这颗星球和太阳，我们又了解多少？有还是没有？能还是不能？如果妄自以现有的理论来直接断定，这实在和井底之蛙没什么区别。当时赫曼与杰森不住在一起，杰森的决定也没有与弟弟商量，只身一人便从 A 国飞到了 P 国，重金雇了2位当地的渔民作为向导就出发了。他考虑到了饮用水、火山灰、辐射，甚至是蚊虫和毒蛇，但没想到的是 C 岛上并非没有人。杰森登岛前并没有人为其探过路，那次贸然行动着实让他受到了极大的伤害。他的身体状况一直都不太好，赫曼医生引我来到了他的地下实验室。他俯下身体凑到一个荧幕前，动了动几个按钮，接着道：肿瘤一直在拖累他的身体，加上中毒之后就再也无法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不得不说，这些年他也放弃了很多。后来我们才决定把父亲留下的产业交给几个弟弟，我们移居到了这里。这个地方非常好，
我可以做研究，同时也能照顾他。听到这里，我不禁也感到内心一颤，想起他之前说的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最重要的人。我的眼眶竟是一阵酸涩。你是说，那个岛上生活着野人？我问道。你可以这么认为。赫曼抬起头思考了片刻，才道：或许在他们眼中，我们是低能的怪物，也说不准。我点头表示可以接受。他想表达的其实就是角度不同而已。打个不恰当的比方，可能我们在野人眼里只不过是一些过度依赖电子设备的肥肉而已。他们很有可能对天然材料的认知和利用上限远远超越了我们。赫曼指了指另一个屏幕道：你看，这是我从他们的武器上取到的毒性物质。我瞪大了眼睛看着屏幕，表示了我的茫然。里面有很多我们未知的生物碱成分。赫曼道：这些物质需要极高超的工艺才能提炼出来，而且都是强烈的神经毒素，其中的一种完全可以在10秒内放倒一头成年非洲象。所幸他当时的伤口不深，逃过了这一劫。我长长的呼了一口气，很想问他告诉我这些是为了什么，但我没有开口。这是奇医生的血样。赫曼指了指最边上那个较大的机器，对我道。我转过脸向他指的方向看去，那是一组仪器组合而成的一个较大的电子设备，上面有一个显示器。这是病毒？我指着显示器中灰白色火花塞形状、长有6只细长触手的东西，惊叫了一声。细菌我见过，这样的病毒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它让我感觉更像一种机械工具，一种小型机器。我说不好，只觉得像极了气缸里的火花塞，或是一枚长了触手的螺丝。对，赫曼点头道。你再看看我从剑身上取到的大肠杆菌里的病毒。说着，他切换了另一个样本。确实很相似。我不禁皱起眉头道。不过，我接着问道，能确定是一种病毒吗？赫曼眯起眼睛看着我，点了点头道：没错，从毒箭上的病毒基因组结构分析，这是一种未知的病毒，而杰森体内所感染的确实是它的变种。赫曼迅速转身，拿起我带来的样本对我道：但是他和杰森感染的病毒是同一种。就是说，齐浩洋和杰森都感染了同样的病毒？我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喃喃自语道：是的。赫曼道：我有理由相信杰森感染的是 C 岛上的古病毒。我这才意识到赫曼老头为何盯着我看半晌，以及在餐厅时他为何如此不安的原因。我再次确认道：难道这个病毒只存在 C 岛吗？赫曼的回答是：我研究病毒半个多世纪，这种复杂的基因组结构从没出现过。他有理由相信他兄弟是因为去了 C 岛而意外感染了病毒。那齐浩洋呢？他又是为何而感染的呢？我只能确定他近几年都没出过远门，更别说 C 岛。很快我也变得有些不安，如果不是齐浩洋，难不成是抓他的那只猫去过？我的脑袋一通乱转，只觉得天昏地暗，整个白色的实验室开始旋转了起来，眼睛冒着金星，突然跌坐在了地上，失去了意识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正躺在一张宽大且舒适的床上，看那些木质的装饰，我立时想到，
我此时正躺在客人住的房间里，但是我的床头却意外地多了一部滴滴声作响的监护仪。我正好奇，难道在这里留宿的客人也需要配备这样的待遇吗？当我拽下胸口的贴片时，床头的电话铃突然响起，正是赫曼。然而不等我发问，赫曼的一句话就足以让我心惊肉跳，我的体内竟然也有这种病毒。